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继续来玩荣造和微尚品出品的这款歼15。很多人说为什么不用歼20啊？毕竟歼20的人气会更高嘛。其实歼15作为主战的飞机，功能我觉得跟歼20各有千秋吧。其实歼15也很厉害了，盒子是非常大的，毕竟它是最终合体的一个主体部分嘛。来看人形的玩具实物，哦呀，这个人形其实还是挺好看的。毕竟是大哥，所以他的个头也是最大的，到头顶已经来到了23公分，拿起来其实还是挺有分量的一个玩具啊。造型方面，我觉得这一款，如果说055大区那个有点像一玩天开的舰船，这个歼15就有点像太去的逍遥那个头雕，是吧？但是身体的体型方面就壮硕了很多，装甲的层次这里刻画的也挺好看的。哎，这些导弹刻画背在身上，背后的大翅膀以及机头放在这里，身上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偷胶空洞的现象，堵的还是比较严实的。这个系列里边，也就是第一款的那个055手臂里有偷胶啊，让人觉得有点不爽。后两款这个玩的竟然还是不错的。头部同样是球形关节，来回的活动没有问题。翅膀可以往后折一些，腾开空间。肩膀平举，齿轮关节90度，没问题。360度旋转，同样都是齿轮关节，嘎嘣嘎嘣的声音还挺清脆的。再加上这个轴其实挺紧的，臂炮摘掉，从胳膊肘这个地方360度旋转，曲臂也是齿轮关节，90度没问题。这款的手腕并不能左右旋转，也是4指，可以稍微张开一点点去握枪。腰部活动得撩开这个裙甲，左右这里也是齿轮关节，但幅度也不大。前踢错开位置能踢平90度，后踢因为背包的影响，这里就卡住了。侧抬齿轮关节也能抬平，大腿根左右旋转，膝盖齿轮关节，80多度吧。而且腿上边，它把垂直和水平尾翼都堆叠包裹了起来，完整度会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个大哥的脚丫子竟然没有左右接地。然后我们把武器摘掉，开始进入它的变形过程。很可惜，这一款是一个插拔式的变形。机头这里是无损的咬扣，把它卸下来。其实说啊，如果不是做这种简单的便宜儿童玩具的话，完全可以把这里拉开，翻转，做个连杆了啥了的。或者是 Z 字折叠啊，但是这个就碍于成本限制了，把它摘掉。翅膀往后腾开空间，先把胸甲的这个位置打开，脑袋藏进去，盖上，然后手臂的装甲打开，把拳头翻折进去，扣上。这里是将来的合体关节，裙甲向上撩开，腾出空间。腿部关节掰正，然后一个滑道直接怼进去，脚丫子立上去，捅到底。两条腿在结合之前，我们还可以把它的武器扣在这一侧，左右拼合的时候就可以把武器也一并搭载在腿中间的这个缝里，隐藏起来。背包根部这里是一个弹簧的咬扣，把它旋转180度。到了点儿以后有一个锁定的感觉，咯噔一下，把它这就锁上了。哎，这个时候往里扣合，下方这里的扣子结合插上，缝隙对的还是很准的。翅膀放平，胳膊这里和大腿上边进行连接，裙甲和膝盖位置这里有连接的小扣子，再结合，尾巴尖儿顺着中间的凹槽折叠出来。翻过来，水平尾翼、垂直尾翼两段立起来。机头这里一个梯形的滑槽，把它扣进去。前起落架，顺着这里扣出来。机型的本体现在基本上完成了，我们还可以把2个臂炮插在翅膀的背部，
说实话，这两个臂炮插在这里有点影响飞机的一体造型，不过也算是一个火力的加强。下方的各种银色涂装的导弹，根部的插口都可以发射出去。那么好，这款歼15的变形就完成了。下方的起落架部分啊和脚丫子推出来的那两个轮子滚动还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不过这个飞机的造型来说，确实也挺水的啊。首先加了这两个东西，其实真的挺影响美观的。我们把它摘掉吧。这样看起来啊，背后背的这个飞机的样子还挺还原。但是呢，飞机的变形玩具啊，这一块儿，这就跟孩之宝设计的那些东西一样了，什么东西都往下边一坨，再加上机头这一块部分需要插拔变形，要拆下来这个零件，无法做到一体，这个也是在设计上面进行的一个减分，所以这款飞机也有可能是为了照顾到主体的一个合体的关系吧。在设计方面真的不如那个坦克给我来的感觉那么强烈啊。所以这也是目前出的3款玩具了，后续的2个出来才可以进行合体。如果说3个做一个横向对比评价的话，我个人来说最喜欢的还是这个99A 的坦克啊，各方面的造型、变形结构都非常的有趣啊，这个设计完全可以达到第三方的水准了。舰船的055可以说作为第2吧。也是啊，这个舰船的变形玩具一般来说避免不了这种包片的设计。好在呢，它人形虽然说有一些偷焦，但最后保证下来的美观程度也不错。舰船的形态做得非常漂亮，但可惜啊，你看看这个奇怪的比例，它也是为了照顾到合体嘛，所以舰船做这么小，坦克做这么大，飞机做得更大，这一套的比例概念就不存在了。最后是这架歼15的飞机，不过总体来说啊，它毕竟是要最后合体的，你没有这个本体部分也还不行。所以呢，这一套玩具，毕竟咱们话说回来，它是一套廉价的儿童玩具线，能做成这个样子，再加上变形比较简单，小朋友们玩起来也会很方便。所以这也是我个人心目中对这3款产品的一个设计的排名。大家觉得自己更喜欢哪一款，也可以在评论和弹幕里边分享一下。所以呢，这一套我们也是等着全部出齐以后进行一个大合体吧。那么得嘞，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